算雨伞破了，身體濕透，沒法子。就算冷笑冷到不是味兒，就算我向世界飛奔千百里，又再輸。就算跌過百次，再沉下次，溫室無非逃避災或雨，傷寒像照鏡子，淚痕仍似詩，曾想像太好，歷太多失意，孤單的滋味，天知我知，太幸福的事，也許要變過幾次，方到珍惜的意思。曾失望太多，就是多一次，不捨的思念永不可遏止，追着緊的事已經錯過無下次，請讓我將心中句子認真講你知。但是我喜欢的人就只有你一个，有些事是我跟你都控制不了的。只要你知道我会一直在你背后支持你，那就够了。我外面有艘快艇，杀了你们之后，大哥，大哥，杀了他，杀了他！ CIB 提供了资料，进行肯定会以石原州为中转站，偷运一批军火出境。我们再做一次全面勘查。哇，这次从这边上岸好多了，上次浪多大？哦，我睡着了，靠岸了也不知道。那你现在精神一定很好了，还不赶快干活？哇，巴达你一副头的姿态，他干了你那份儿头。他也是头，他是双胞胎外甥的头吗？啊，你当了舅舅是不一样。做师傅头，围好了啊！巴达，你去那边有几间破屋，看看有什么发现。Yes sir。爆胎尸检，去树林看看有什么发现。是。浩全、天伟，辛苦点，找另外一边石滩。行动。Yes sir。 先生，先生，先生，你怎么了？我是香港警察，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是印尼富商萨普拉。萨普拉，我听我头说过，你怎么会在这里？我现在跟你说的话，你要听清楚。33年前，绑架香港首富唐世平的案子是我干的。当年还有2个图谋，就是乔江山和乔江河。挺住！我叫救护车。好。
生什么事？是不是巴达？巴达，回应我！警察，停车！我开枪了！巴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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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气了，巴达了，怎么办？还愣着干什么？急救啊！巴达，停住，停住，不能死，不能死！急救箱呢？有没有急救箱？急救箱啊！停住，停住！没事的，我一定带你回去。宝台，叫飞行服务队，快！头啊，巴达他叫我！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直升机很快到，你妈在等你回去，我一定带你回去。没事的，巴达。巴达，别死，挺住！站住！你干嘛推他来这儿？他没死，推去急救啊！医生说他已经死了，送院前已经证实死亡。你说在哪儿？我跟医生说。头，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巴达他已经死了，他没死，死了，没死啊！大头，这个时候你就要冷静。我知道巴达是你徒弟，你一直都当他亲弟弟一样。他现在这么走了，不是只有你一个人难受啊，我们同样很难受啊。头啊，要挺住，你不能倒，你还要帮巴达把凶手找出来，你知道吗？早上在石原州发生致命枪击案，警方在凶案现场发现2具尸体，2名死者分别身中多枪，其中1名死者已经证实为印尼富商安兹沙本华，另外1名死者也证实为重案组探员杨耀东。他叫巴达，我跟他喝过酒，唱过 K， 正好去查案撞到了，就这么死了，真是无妄之灾。要怪就怪那个萨普拉，是他害死那警察，要不是他临死的时候把你们的事抖出来的话，我也不会杀那个警察。萨布拉说过什么？33年前，你们之间那件事，香港首富唐世平被人绑架撕票案，轰动一时，新闻每天都登。当时我就像追武侠小说似的追着看，是什么人干的？多少人下手？警方一点头绪都没有。查了几年，最后成为悬案，真是没想到，30几年后会有人再提这案子，提起2位乔先生。要是有人把这件事抖出来，我跟我弟弟这几十年的心血，马上就会化为乌有。难怪乔先生对我都只字不提，我还一直在猜发生什么事。你现在知道原因了？要是能回头，我宁愿什么都不知道。赵良，你不用担心，我们都相信你。乔先生，很谢谢你们2个一直都信任我，但是这次不同，这是一个见光死的秘密，还关系到2位乔先生的生死。你们真的可以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那个警察运气不好，知道了这个秘密，所以他要死。只有死人
才绝对保证不泄露秘密。萨普拉死了，警察也死了。有件事，我一直想跟你们说，但是你们被萨普拉缠上，我没机会跟你们说。什么事啊？我得了末期肝癌，医生说我剩下不到3个月的命。怎么会这样？是啊，已经证实了，我不得不接受。既然是这样，早死和晚死没什么分别。你不要想这么多啊，赵良。其实我和赵良在10几年前已经死了，我死没关系。我老婆和孩子能有今天的生活，全靠乔先生你。所以2位乔先生可以说是我们的在世恩人。那你也不用把命交给我啊。多拖1天，就多1天机会泄露秘密，对你们2位都很危险。哎，赵良，乔先生，命是我自己的，这次您让我拿一次主意，好吗？赵良，我知道你这辈子最在乎的就是你老婆和孩子。我可以对天发誓，我会对他们像对我的家人一样，给他们最好的。我代表他们，谢谢2位乔先生。应该我和大哥跟你说谢谢才对啊。还有没有别的事你要我做的？虽然我知道他们不肯原谅我，但是我真的很想我老婆和孩子能够回来送我最后一程。伟琛，潘 Sir， 现场兄弟有线索了吗？伟琛，我知道你很想尽快破案，但是这件案子的另一个死者是印尼富商斯普拉，大富豪离奇死在石垣州一间破屋里面，案情一定很复杂，不是一时半刻能查清楚的。是啊，头，我们刚才差不多翻遍了整个岛都没有发现。都是我不好，让嫌犯坐船跑了。总之，这件案子一定要花点时间和耐心去查。潘 Sir， 我带兄弟们去岛上再找找线索。Yes sir。哎，你看你们，现在个个气冲冲的，尤其是伟琛，有时候太急反而会误事。要是你真的想帮巴达，你自己首先要沉住气，冷静下来。记住，查案是用脑子，不是用气。大家都累了，现在回去好好睡一觉，明天回来用心查。Yes sir。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请稍后再拨。嗨，我是周周，不好意思，我目前在横店拍戏，下个星期才回来。有事请留言，我会回你电话的。喂，周周。我是黑莉啊。你是不是找过周周啊？我也是，不过转去留言信箱没人听。是。我看到新闻，知道巴达出了事，我心里也很不舒服，想打个电话给周周聊一聊。其实我最担心的人是你，我想叫周周开导你。谢谢关心。你现在最需要的是朋友的支持，有什么事你可以随时打给我，多晚都可以。好。
黑莉，我有个重要电话进来，我再打给你。那我不耽误你了，拜拜。喂，朱姐，我刚刚也想打给你，问候伯母的情况怎么样？谢谢了，徐 Sir。刚才亲戚打电话来安慰我们，所以接不到你的电话。我想跟伯母说两句。我看还是不用了，徐 Sir。我妈一听到巴达2个字就哭，你再跟她说，她又哭了。我明白，你也节哀顺变。那你休息吧。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我会改的。我不会再相信你了，我再也不会原谅你了。我们走，老婆，走，老婆，老婆。爹地，上官二叔。哎呀，你当心啊，别弄伤你爹爹。弄伤？哎呀，别这么夸张。刚才呢，在停车场不小心脚一滑，撞到了肩膀。啊，我带他去看过医生了，医生说他没什么大碍，定时服药就行了。不过最重要的是不要玩拳击和相扑。哎呀，吓死我了！幸好没事。那爹地，你记得一定要准时去复诊才行。虽然撞到一下，不过可大可小。哎呀，放心吧。有这么关心爹地的宝贝女儿啊，我绝对不会让自己有事的啊！父慈女孝的模样真的很肉麻。我不管，爹地你要早点上去休息。Yes, maiden。哎，宝贝女儿叫我不能 say no 啊！当然了，当心当心当心。盛天国际集团主席特别助理何兆良今天凌晨被发现在飞鹅山自己的私家车内烧炭身亡。到场警员在车上发现一封遗书，初步怀疑何兆良因病厌世。警方将此案暂列作为自杀案处理。另外一则本地消息，由于这件案子的2名死者，一个是印尼富商 Sapula， 而另外一个是我们警察同事。
所以引起外界很大的关注，上头也很重视，要尽快把凶徒缉拿归案。现在这件案子由我亲自负责，再由你们2队人联手调查，务求尽快破案。Yes, sir。好，在开始分析案情之前，先说一点题外话。相信大家都看新闻了，知道乔江山的助手何兆良因为肝癌厌世烧炭身亡。他主理的圣天慈善基金每年都会拨款捐助我们警察福利基金，所以在出殡那天，我们警队也会送个花圈过去致意。要是各位有什么心意想表达的话，可以联络警察福利基金的同事。我们之前保护乔江河和乔子林的时候，也算认识何兆良，找人送个花圈过去。是头。好，言归正传，我们回到案情。伟琛，你们那边有什么资料？验尸报告出来了，死者萨普拉身上有3处枪伤，头2枪射中肚子，而第3枪是近距离射中胸口。最奇怪的是，头2枪和第3枪的时间相隔了10几个钟头。既然凶手已经向萨普拉开了2枪，为什么要隔那么长时间再回去找他多开1枪呢？看来石原洲的破屋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我认为石原洲石滩发现的那艘快艇可以证实我们这个假设。我们已经查过，快艇是属于 Sapula 香港分公司名下，快艇上面的血迹属于 Sapula。从种种迹象来看，很可能是凶手之前在另外一个地方枪伤了萨普拉，萨普拉带着伤开快艇去了石原洲，匿藏在破屋里。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凶手找来了，再近距离补1枪。但是验尸报告说，以萨普拉头2枪的伤势完全足以致命，为什么凶手还要开第3枪呢？也就是说，凶手一定要置萨普拉于死地。谁跟萨普拉有这么大仇恨，这是我们要查的。至于巴达的死，这次我们去石原洲勘察的行动是高度机密，我到了岛上才叫巴达去破屋那边的，所以不可能有人预先埋伏要杀巴达。我觉得最大可能就是巴达预见案发经过，那个杀手要杀巴达灭口。法政那边的报告也证实了我这个推断。巴达身上有2处枪伤，第1枪伤及背部，第2枪跟萨普拉一样，是近距离胸口中枪，也是致命的1枪。而在现场找到的子弹头跟2位死者体内的子弹来福线相同，是来自同一把枪。换句话说，杀死巴达跟萨普拉的应该是同一个人，很可能就是开快艇逃走那个人。我也认同伟琛的初步推断。现在我们手头上掌握到的线索不多，可以先从2方面着手。第一，既然枪连杀2个人，先查枪的来龙去脉。第二，从萨普拉的人际关系着手，看他会不会跟什么人结怨，有什么人是最可疑的。只要能打破这个缺口，破案就有希望。Yes, sir。表哥，我一收到你的短信，就马上订机票赶回来送巴达最后一程。当然要了，巴达对你那么好。一鞠躬，再鞠躬，3鞠躬，家属谢礼。走啊！你们走！别这样，
你们两个害死了我儿子！你呀，他要威风给你看吗？就弄成这样。他说回店里帮忙的，明明可以安安稳稳的生活，为什么你要让他到这里去帮你呀？你终于害死他了！你终于害死他了！是你害死他的！别这样！走啊！不好意思，你们还是先走吧。走啊！走啊！大妈说的对，是我害死巴达的，是他要威风给我看，所以才那么拼命，拼得连命也没了，是不是，表哥？伯母太激动了，才会那么说的，不关你事。别这样，巴达也不希望你这样。但是不管怎么说，是我甩掉他的，他一直都对我很好的。我现在连最后一程也不能送他。其实伯母骂我骂的对，是我害死巴达。不哭。这个时候别骚扰他们，给他们一点空间。谢谢乔先生这么好心送赵良最后一程，还派专机接我们回来。应该的。赵良是我这10几年来最得力的助手。赵良经常提起你和孩子，他最关心的是你们3个，一辈子日盼夜盼，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原谅他。人都死了，还有什么怪不怪的？本来今年年底，我打算带孩子回来陪他过生日。是啊，我本来以为我可以弹首生日歌给他听。我打算陪 Daddy 开帆船出海。你们的心意，你们爹地在天之灵一定会收到。阿良虽然走了，我会带他好好的照顾你们。谢谢你，乔先生。谢谢乔先生。赵良，你终于可以安心了。我跟大哥总算了了你一件心事。没线索，没必要回你电话啊，许四儿。是不是耍花样啊？这么多天找不到线索？喂，签了合同啊，应该帮你的。许四儿，是不是因为死的是你自己兄弟啊？说什么？再说一次，说！再说一次！好，好，冷静一点，好，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这阵子是静悄悄的，知道你许四儿那么卖力到处挖线索，现在他们不收敛一点吗？喂，我告诉你啊，总之他们一有动静，你马上通知我们，知道了吗？知道了。走。正在风头上，也许怕惹麻烦，真的收敛了。我不管，总之我要知道枪怎么来的。国际刑警送了些资料过来，跟萨普拉有过节的仇家真不少。不管在生意上还是私人恩怨上，都有很多人不满他。有钱人要赚钱，很多时候都会耍些手段，他们管这个叫商场潜规则。在这个过程中得罪人不稀奇。萨普拉是在印尼发迹的，他的仇家大多数在印尼和新马一带。我已经叫程隼那队人去那边调查，香港这边由伟琛这队人负责。萨普拉之前来过香港招商，翁瑞邦、乔江山他们4大富豪跟他走得很近。不过事情有些麻烦之后，4大富豪就退缩了。
表面看起来只是几个有钱人的商业决定，但是不排除台底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这倒是，利之所在，尔虞我诈，有什么金钱纠纷也说不定。四大富豪要特别留意乔江山，之前查过，乔江山的亡妻居然是萨普拉的旧情人，不排除他们之间还有些不为人知的关系。大哥，喂，这么晚还不睡，还喝咖啡啊？哎呀，就是因为太困了，这阵子没上班，哇，一大堆文件在等着看。你别这么拼，小心你的伤口。放心，正在愈合中。大哥，你好像一点都不担心，警察就在我们身边，你不怕他们越查越多吗？查啊查，最后查出真相吗？啊？喂，听说呢，平时你懒懒散散、吊儿郎当的，你看，现在又皱着眉头，魏阿水啊，很容易老的。但是明天问话的是许四，你一向都说他很厉害的。再厉害啊，也没我们厉害。喂，这么容易被他查到，那赵良岂不是死得不值？哎呀，其实他们问话只是例行公事，只要做足功课就不用怕。更何况他再厉害，最多查到赵良那里，查不到我们这块儿。不知道萨普拉那边还有没有人知道呢？这个秘密啊，见不得光的，事关重大。我觉得他不敢告诉别人，连白纸黑字也不可能留下。放心，希望是这样。这次例行公事之后，我们两兄弟一定要好好的休息了。当然要了，我们全家人一起去旅行，好像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想到可以跟女儿去旅行，整个人呢也开心了。好，我就以咖啡代酒。Cheers。许四儿，请进来。谢谢。许四儿，好久不见了，你好吗？我们约了乔先生，他在吗？山哥在书房，我带你上去。林姐倒2杯茶上来。是。你们俩在这等电话，浩群说有消息会打过来。Yes sir。乔姐，好久不见了，过来坐。好。你们跟伟琛一起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啊？没什么，我们正在调查印尼富商萨普拉和巴达那起命案，查到乔先生也跟萨普拉有生意上的来往，寻你过来了解情况。巴达的丧礼我也去了，我看见他妈妈情绪很激动，我可以理解。我只是替伟琛难过，他没什么吧？哎，怎么会没什么？巴达死了，难道头不伤心吗？还要被他妈妈那么骂，当然是伤上加伤了。我也很担心他，又不敢多打电话给他，怕骚扰到他。其实我们也很担心头，这件事之后，大家都不敢接近他。头一向 EQ 高，我跟他那么多年，从没见过他那么暴躁，动不动就发脾气。哎，我真担心他撑不住。你们慢慢聊。不好意思，我肩膀受伤，医生呢要我多休息，所以麻烦2位来我家。今天来呢是想看乔先生有没有什么资料提供给我们警方。帮得上的我一定帮。萨普拉先生在2月26号，就是星期2死的。在他死之前，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联络过呢？有，我们通过1次电话。说些什么？说些什么？萨普拉说，可换股债券的利息要不要因美国加息而做出调整？听说这次萨普拉来有很多合作计划，不知道有没有你们集团的份儿？有，当然有了。我还听说，他安排了很多饭局，除了我之外，翁瑞邦他们人人都有份。之前你说过，萨普拉是你亡妻的旧情人，你连提都不想提他，为什么你会注资在他公司，还要200亿这么多呢？在商言商，有钱赚我一定赚。结果怎么样你也知道，我赚了20亿。
伟琛，好，我们先上车了。你脸色很差，就算再忙也好，你也要顾着自己身体。你听我说，回去睡一觉吧。巴达死了，我怎么睡得着？我知道你为了巴达的事很内疚。他妈妈骂我骂得很对，是我叫他来重案组的。是巴达自己想当警察的，你没逼过他。大道理我不会说，不过要是你真的想为巴达做点事，首先自己要挺得住。你长大了，挺得住。没想到以前是我敲你的头鼓励你，现在轮到你来鼓励我了。做人就是这样，你支持我，我支持你，这样才挺得住嘛。喂，姨妈。伟琛，丫头有没有找过你啊？没有，什么事？我一个上午都找不到她，到底怎么回事？你只找她干什么？她闯祸了？哎，我也不知道。早上电影公司的人打来说她几天没上班，公司的人到处找她都找不到。哎，我怕她出事，打电话找她，她的手机转到了留言，又不回电话。死丫头是不是出事了？我看没事的，傻丫头可能工作太辛苦了，不知道跑哪儿去玩了。你也知道她像个断线风筝，我去找她吧，找到了马上通知你。好吧，谢谢你啊，拜拜。拜拜。怎么样，丫头？这次是考试不及格呢，还是要见家长啊？你学生时代，一出什么状况，就跑来躲在这儿，打电话给我叫我去救驾。以前我还可以带姨父、姨妈跟你去见老师，可是我没办法带你去拍戏。我知道，从小到大我都是那么不负责任的。读书不关我的事，爸妈在水果店那么辛苦，我没帮忙。到现在出来工作，经常迟到早退，现在还玩失踪，把恋爱当游戏玩。刚说完巴达是结婚对象，马上就甩了他。那天在灵堂上，我拇指太伤心，找个人发泄一下。但是我越想就越觉得自己坏，越大越坏。我最该死的人是我才对呀！
我玩人家就让我承受，让我孤独终老。为什么死的人是巴达？其实之前呢，我也跟你一样，觉得内疚自责，弄得自己发了狂。不过仔细想想，自责有什么用？刚刚相反，要冷静，收拾好心情，才能够找到破案的线索。这样才是真正的在帮巴达。但是我没能力帮他找凶手啊。但是你可以帮他完成心愿，相信他的心愿是希望你好好的做人，好好做事。我甩了他，他没怪我吗？一点都没有。没有。他在我面前没有说过你一句不是，他还说自己要努力点，去外国进修念个课程回来。这代表什么？代表他真的很爱你。他对我真的很好。我现在才知道，原来爱一个人是这样的。我现在才感受到，可惜太晚了。没什么太晚的。你呀，现在也不是以前的小丫头了，你知道的。没错，我要好好的发展我的演艺事业，完成自己的心愿，也是完成巴达的心愿。会这么想就对了。我不只会想，我还要像巴达那样身体力行，从每个小角色开始，然后当配角，再当主角。好，再拿金像影后啊、金马影后啊、康城影后回来，巴达一定很开心。真的可以？可以，你以前最会哄我买东西了，演戏怎么可能难倒你呢？我一定会努力，我要巴达以我为荣。曾想象太好，歷太多失意，孤單的滋味，天知我知，太幸福的事，也許要變過幾次，分到珍惜的意思。失望太多，就是多一次，不捨的思念不可揭止，追着緊的事已經錯過無下次，請讓我將心中